大家好，我是丽姐，欢迎大家来听相亲故事，感谢大家的订阅。今天我要讲的这个故事可以说是跌宕起伏，情节曲折，让我第一次听到的时候都不敢相信这是真人真事。你以为爱情是甜蜜的约会，温馨的陪伴，那你可太天真了。有些爱情是要偷渡去爱的啊。故事的主角是一个曾经风光无限的广州女孩，名字我们就暂且叫她思思吧。思思今年27岁，本科念的是英国伦敦的一所知名商学院。回国之后原本可以继承家族产业，做个优雅从容的富家千金。谁知一夜之间天翻地覆，父亲因为内幕交易进了监狱，母亲立马和一个身家几十亿的地产富商结了婚，留下思思一个人自生自灭。那一晚，我拖着2个大行李箱，一个人搬到天河那边的合租房，客厅还有人晒内裤。我坐在沙发上发呆，手机快没电了。我才意识到，原来我真的一无所有了。我听到这里真的心疼。思思原本住的是珠江新城的顶级豪宅，一栋楼一户，电梯一开就是他家客厅，现在却要和别人抢厕所，睡上下铺，生活的落差像是从珠穆朗玛峰滚到了沟渠里。但思思没崩，她是个有韧性的女孩，家教是她以前从没考虑过的工作，现在却成了她唯一能体面为生的方式。就是在一次教小学奥数的过程中，她遇到了一个改变她命运的男人。我第一次见他是在便利商店，他拿着一杯珍珠奶茶在等计程车，长得好清秀哦，有点像周兴哲那种斯文型的男生，戴着眼镜，看起来好乖。思思在便利店打工兼职，那天是他临时帮朋友顶班，结果就遇见了这个台湾男孩。对，就是来自台湾，名字我们就叫他阿哲吧。阿哲是来广州交换实习的，研究所在台北读经济，他来这边做的是跟金融数据分析有关的项目。2个人因为一个掉地的零钱开始了对话，思思主动帮他捡了起来。然后阿哲说了一句谢谢你，这句台湾腔的你一下就戳中了思思的心。我以前交往过的大陆男生从来不会那么温柔地看着我说谢谢，大部分人都自我得不得了，感觉女生就该照顾他们。2个人的交集本来只是擦肩而过，但命运偏偏让他们又在第2周的图书馆咖啡厅再次碰面。这一次他们聊了很久，从教育家庭讲到各自的人生理想。我那时候真的是久违的笑得很开心，他懂得倾听，而且很真诚。他说在台湾，很多男生都希望和女生一起分担责任，而不是要他去当一个附属品。思思的感情观其实一直受到父母的影响。他父亲属于那种典型的大陆精英男，自负，强势，控制欲强，母亲温柔漂亮，却总是唯命是从。思思小时候也以为女人就该依附男人，可是当她看到母亲在父亲出事后转身就另嫁他人，她才明白这世上最靠不住的就是金钱带来的安全感。我想要一段互相扶持一起成长的关系，而不是一边倒地索取与付出。她在阿哲身上看到了这种可能性。但好景不长，当思思鼓起勇气把她和阿哲的恋情告诉母亲时，整个家庭像被炸开了锅。你疯了吗？台湾人？他能给你什么？房子？存款、户口都没有，你这是下嫁，你懂不懂？他母亲气得拍桌子，甚至打电话叫他舅舅来家里劝他冷静。更夸张的是，思思某天准备订机票去台北探望阿哲时，发现他的护照不见了。我当下傻了，整个家都翻了个遍。最后才知道是我妈把护照藏起来了。她说只要我敢去台湾，她就跟我断绝母女关系。你们能想象吗？为了爱情，她连护照都要偷出来。思思把这段经历形容为偷渡奔爱。她说她那一夜是半夜3点偷偷打车去机场，在海关那边被拦下来，还是靠大学同学帮忙才顺利登机。那一趟台北之旅是他人生第一次为了一个人放下所有。台北比我想象中还要繁华，真的。你不要以为台湾就只有夜市跟小吃，其实他们的生活节奏很舒服，基础建设也很完善，人和人之间很有礼貌，连搭个捷运都不会推挤。这也是很多大陆人对台湾的误解，总觉得台湾穷、小、落后，可思思却说她宁愿在台北吃卤肉饭，也不想在珠江新城的法式甜点店被迫假装微笑。
他和阿哲在台北的那段时间过得非常幸福，小小的出租房，阳台上种着9层塔，每天早上喝豆浆吃饭团，晚上散步去公园聊天，他们像一对普通的小情侣，却拥有最真实的快乐。我没有奢侈的名牌包，也没有高档的车，但我终于找回了自己的笑容。然而故事到了这里还没完，就在思思准备好要在台北定居，计划找一份金融顾问的工作时，他无意间在阿哲的抽屉里发现了一份信件，一封法院的传票。那一瞬间他的心凉了。他从来没有跟我说过他在台湾有法律诉讼，这是什么意思？思思没有立刻质问阿哲，而是悄悄拍下了信件内容，找朋友帮忙查了一下，结果发现阿哲曾在2年前卷入一起诈骗案，而且还是金融类的，金额高达300多万新台币。我整个人当场炸裂，我还以为自己找到了一个温暖的港湾，结果他居然是个金融诈骗的嫌疑人。他强忍着情绪回到家，等到晚饭时才开口问：你有没有什么事情瞒着我？阿哲愣了一下，然后低下头沉默了足足10分钟。我以前确实做错过事，我那时候很缺钱，我爸得了癌症，我要扛起家里所有开支，那是我人生最低潮的时候。但我现在真的已经改过自新了，那份传票是补件通知，我已经和法院协商了分期还款。思思听完心里五味杂陈，她不是没想过原谅他，但她内心也很清楚，这件事可能永远会是一根刺。到底该不该继续这段感情？她在台北街头一个人走了很久，走过信义区的夜景，走过公馆的夜市，走过大安森林公园。最后她坐在椅子上对自己说，我想要一段真实的关系，但这段关系不能建立在谎言上。她决定和阿哲摊牌，说清楚。那天晚上，思思没有再回合租的小房子，而是直接去了阿哲住的地方。她进门那一刻眼眶都红了，我不是因为你过去的事生气，我是因为你瞒着我。阿哲低着头，把他的手握在掌心。思思，我真的很抱歉，我不是不想告诉你，是我不知道该怎么面对你，我怕你听了会离开。他说他确实在2年前因为短期投资失败，急需资金而帮朋友协助操作理财平台，结果事情越滚越大。虽然没直接骗取客户资金，但也确实在法律边缘试探过。后来事情爆发，他主动坦白并配合调查，现在已经进入司法还款程序，等分期赔清了，案底也会被撤销。我从没想过要害人，我只是太怕了，怕我爸撑不过来，怕我妈得知后崩溃。我已经痛定思痛了，现在所有的钱都是自己靠做数据分析一点点攒出来的。思思，我想跟你重新开始。那一刻，思思哭了。你知道我不是怕你坐过牢，我怕你不把我当成可以并肩的人。你瞒着我就是不信任我。他们谈了一整夜，哭也哭了，抱也抱了。第二天早上，思思做了决定，我决定留下来陪她一起把这一关跨过去。这个决定说来轻巧，其实代价巨大。思思的母亲已经因为她去台湾几天不回家，把她的银行卡都冻结了，连平时给的补贴都断了。她自己在台北也还没找到正式工作，靠过去攒的那点积蓄根本撑不了多久。但她没退缩。人这一生什么时候都可以赚钱，但遇到愿意一起熬日子的人真的可遇不可求。她开始疯狂找兼职，一天教3个家教，晚上还跑去补习班帮忙批卷子。她甚至去便利店打工，只为了攒够下个月的房租。她说她不怕苦，怕的是一辈子都在装幸福。这时候她也越来越深入了解台湾社会的一些婚恋观，跟大陆的真的是天差地别。台湾这边的男女谈恋爱真的很讲究尊重和平等，他们不是不在意门当户对，而是更看重个性、三观和相处起来的感觉。思思有个例子说得特别好，我在广州的时候去过那种豪门饭局，男生张嘴闭嘴就是我家有几套房，我爸认识市长，女生呢？一个个都像在选妃，衣服包包比谁贵，连谈恋爱都像在谈判。而在台湾，他和阿哲去逛夜市，坐公交去菜市场买鸡蛋，从没谁看不起谁。甚至他有一次看到一对情侣在路边吵架，男生还一边低头道歉，一边帮女友拎菜篮子。我当时就想，这种生活虽然普通，但好真窝，好踏实。但你以为故事到这里就要大团圆，那就太天真了。
事情突然在第3个月爆发了。思思某天正在家教工作，突然接到台湾警察局的电话，说他因为签证即将到期，而且有非法打工的嫌疑，需要他到移民署说明情况。我当时手都在抖，我不是偷渡的啊，我只是想养活自己。原来他因为用旅游签证入境，却在台北工作接家教，被邻居举报。对方说他是陆客非法劳工，举报信件上还有他打工的照片，而这些照片只有一个人可能有，他的母亲。我瞬间明白，是我妈派人偷拍我，然后举报我，希望我被遣返回大陆。思思被要求限期离境，必须回到广州3个月后才能再申请新的入台证。而他和阿哲的感情也再次被迫分隔两地。我在飞机上哭了一路，我妈见到我也不说话，只是把一张银行卡丢给我，说这些年你吃穿用的，我都没让你委屈，现在你该知道自己过不起穷日子了吧。思思没有接，她说了一句，你从没关心过我到底喜不喜欢那种日子，你只是希望我像你一样用婚姻当交易筹码。她关上门，决定从头开始，不靠家人，不靠男人，靠自己活出个样子来。她重新找了在广州的工作，用自己留学背景进入了一家国际证券公司。虽然一开始只是普通顾问助理，但她肯学肯干，1个月不到就被调去客户管理部。而这时候，阿哲却从台北寄来了一份文件，是他们在台湾申请的伴侣登记被驳回的通知。我们没有结婚，但我想给他一个身份，一个归属感，哪怕只是象征性的。阿哲说。思思收到信时在公司楼顶，他看着那份被红笔打上不同意的公文，突然笑了。我才发现，不管两岸之间制度怎么不同，感情是真就够了。3个月后，他重新申请了入台证。这一次他拿的是商务访问签，顺利入境。而这次去台湾，他没带太多东西，只带了一封信。他站在淡水河边，把信交给阿哲。我不知道我们未来怎么样，也不确定我们会不会永远在一起，但至少这一次我想跟你并肩，而不是各自奔命。阿哲看完信，一句话没说，只是抱紧了他。他们决定先不谈结婚，而是把彼此的人生先安顿好。思思开始在台北一家跨国公司担任投资顾问，利用自己的专业背景拓展两岸业务。而阿哲也真正摆脱过去的阴影，开始为几家初创企业做数据模型顾问，慢慢的也攒下了人生的第一桶金。后来思思告诉我，他们还是会吵架，会为生活琐事烦恼，也会被彼此过去的阴影拉扯，但他们始终不放弃沟通。我们是2颗来自不同世界的星球，但我们愿意学着成为彼此的月亮。这句话成了思思和阿哲感情的真实写照。他们不是童话里的主角，但却在现实的泥泞中活出了爱情的模样。那年冬天，台北下了一场罕见的大雪。思思裹着阿哲送她的围巾，站在阳台上伸手去接雪花。哇塞，真的下雪了哎！阿哲，你快来看！思思激动得像个孩子。阿哲端着2杯热可可走到阳台，把其中1杯递给思思。听说台北10年才下一次雪，没想到被你遇上了，这是老天爷给你的见面礼吧？这也太给力了吧！思思喝着气，看着雪花在她指尖融化。我以前在广州从来没见过雪，来台北才第一次看到真正的雪景，感觉自己像穿越到了童话世界。阿哲轻轻揽住她的肩膀，以后每年冬天我们可以去合欢山看雪，那里的雪景比这里还要壮观100倍。真的吗？那说定了哦。思思眼睛亮晶晶的，不许放鸽子。放心，我阿哲说到做到。他笑着在他额头上印下一个亲吻。谁能想到，这个看似平凡的雪夜会成为思思日后回忆里最珍贵的画面之一。因为就在3天后，他接到了一个足以改变他人生轨迹的电话。你好，请问是思思小姐吗？我是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的护士。您母亲被送来急诊，现在情况不太稳定，需要家属签字。思思听到这个消息时，整个人都懵了。我妈妈，她怎么了？她突发脑溢血，现在需要紧急手术，但我们联系不上其他家属，只在她手机通讯录里找到了您的号码。思思感觉头晕目眩，她捂住嘴巴，泪水在眼眶里打转。尽管母亲曾经伤害她，阻碍她的爱情，
但血浓于水的亲情让他无法置之不理。我马上订机票回去，挂了电话，他连忙收拾行李。阿哲本来想陪他一起去广州，但他刚接了一个重要的项目，走不开。没关系，你忙你的，我自己回去就好。思思强忍着不安，我妈妈现在只有我了。那我送你去机场。阿哲帮他收拾行李，到了广州随时保持联系，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一定要说。思思点点头，心里又酸又暖。她坐上飞往广州的航班，望着窗外的云层，思绪万千。母亲的手术很成功，但需要长期康复治疗，思思决定暂时留在广州照顾她。她向台北的公司申请了远程办公，每天往返于医院和家里之间，像陀螺一样转个不停。你为什么还要回来？母亲醒来后的第一句话就像刀子一样扎进思思的心。因为你是我妈啊。思思红着眼眶说，不管我们之间有什么不愉快，你生病了，我不可能不管你。母亲转过头不再说话，但思思注意到她眼角有一滴泪悄悄滑落。日子一天天过去，思思每天给母亲煮粥、按摩、换药，陪她做康复训练。有时候阿哲会视频电话过来，思思总是躲到阳台上接听。台北今天下雨了，好想你。阿哲的声音透过电话传来，思思鼻子一酸。我也好想你，好想回去。别担心，等阿姨好一点，我去广州看你们。思思想象着阿哲来广州的场景，不禁笑了。你知道吗？我妈现在病床边贴了好多台湾综艺节目的海报，她居然迷上了综艺大热门。哎呦喂，真假的啊？阿哲笑出了声，这是他常用的台湾惊讶用语，千真万确。他现在对台湾的兴趣可大了，天天看台湾美食节目，还让我给他买珍珠奶茶。这是好事啊，说不定他正在慢慢接受台湾这个地方。阿哲的声音充满希望。思思望着室内正在看电视的母亲，轻声说，希望如此。康复期间，思思无意中发现母亲的再婚丈夫早已人去楼空，连同她名下的房产和存款一起卷走。原来母亲生病前已经被骗得一干二净，却因为面子问题没有告诉思思。妈，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？思思心疼地问。母亲苦笑着，告诉你有什么用？让你笑话我活该吗？我怎么可能那么想？思思激动地说，不管怎样，我都是你女儿啊。可我之前那样对你……母亲低下头，我为了那个男人，甚至不惜举报你，让你被遣返。我自己做的孽自己承担。思思握住母亲的手，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。现在最重要的是你好起来。母亲眼里含着泪水，久久地望着思思。你长大了，比我想象的要坚强得多。那是因为我遇到了真正爱我的人。思思微笑着回答。母亲沉默了一会儿，然后问，那个台湾男孩，他对你好吗？思思没想到母亲会主动提起阿哲，她点点头，他很好，妈。他教会我无论遇到什么困难，都要勇敢面对，而不是逃避。那改天让我见见他吧。这句话让思思惊讶的差点跳起来。真的吗？妈，你不是一直反对我们在一起吗？人在鬼门关走一遭，想法就不一样了。母亲叹了口气，我这辈子过的都是别人眼里的生活。你爸有钱的时候，我是人人羡慕的阔太太，他进监狱后，我害怕落魄，就急忙找下家。你看我现在这样，哪有半点幸福可言？所以妈妈我只希望你活得开心，即使吃苦也要是心甘情愿的苦。母亲拉着思思的手，如果那个台湾男孩真的让你快乐，我不会再阻拦了。思思抱住母亲，眼泪忍不住流了下来。这一刻，她感觉自己终于和母亲达成了和解。阿哲接到思思的电话时，正在台北加班。听到思思说她母亲想见她，他二话不说立刻请了假，买了最早的机票飞往广州。阿哲，这是我妈妈。妈，这是阿哲。思思紧张地介绍道，阿姨好，很高兴终于见到你。阿哲彬彬有礼地递上精心准备的礼物，一盒台湾名产凤梨酥和一件轻便的羊毛衫。思思的母亲打量着阿哲，眼神中充满审视。听说你在台湾曾经有过官司。一上来就是重磅炸弹，思思吓得手心冒汗，而阿哲却非常坦然，是的，阿姨。我不会为自己的错误找借口，那是我人生中最黑暗的一段时间。
但我已经改过自新，现在正在一点一点偿还我的过错。你有什么能给我女儿的？母亲又问。我给不了思思豪宅名车，但我能给她一个真实的自己和一颗永远诚实的心。阿哲看着思思，眼神坚定。我会用一辈子去爱她，保护她，让她做真实的自己。母亲沉默了一会儿，然后问出了最后一个问题：如果有一天，你们之间必须有一个人放弃自己的国家、家人和朋友，你会愿意为思思做这样的牺牲吗？这个问题让房间里的气氛变得凝重。阿哲深吸一口气，阿姨，我不会要求思思放弃她的一切来台湾。同样，我也愿意为她去任何地方，但我更希望的是，我们不必做这样的二选一。两岸虽然有政治分歧，但人与人之间的情感是不分界限的。我希望有一天，思思可以自由地在广州和台北之间往返，把两边都当作她的家。母亲意味深长地点点头，好一个不分界限。年轻人，你比我想象中要成熟。晚饭后，思思的母亲拉着阿哲的手说，以后有空多带思思回来看看我。这句话无异于给了他们最大的祝福。1年后，思思和阿哲在台北举行了一场简单而温馨的婚礼。思思的母亲坐着轮椅，由舅舅推着来到台北参加婚礼。我女儿终于嫁出去了。母亲在婚礼上开心地对宾客们说，嫁给了一个好男人。阿哲的父母也非常喜欢思思，尤其是阿哲的妈妈，总是拉着思思教他做广东菜。思思啊，你教我做叉烧包好不好？阿哲最爱吃了。婆婆用台湾腔的普通话亲切地说，好啊。下次我教您做白切鸡和烧鹅，包您满意。思思笑着回答。两家人的关系融洽的让所有人都感到惊讶。思思常说，爱情可以跨越海峡，亲情也可以。婚后的生活并不总是一帆风顺。思思和阿哲仍然面临着许多现实问题，两地往返的签证问题，事业发展的取舍，以及未来孩子的国籍选择等等。我有时候真的好累啊。思思有一天晚上躺在床上对阿哲说，为什么相爱的两个人要被这么多规则束缚？阿哲轻轻抚摸她的头发，因为我们的爱比规则更强大。思思笑了，哎呀，你这话说的也太肉麻了吧。哈哈，是你把我带坏的啦。阿哲假装抱怨，然后把她拉进怀里。3年后，思思怀孕了。这个消息让两家人都欣喜若狂，我要当奶奶了。阿哲的妈妈激动得直跳脚，我也要当外婆了。思思的母亲虽然身体还不是很好，但精神状态比以前好多了。思思的肚子一天天大起来，她和阿哲开始考虑孩子出生后的各种问题。孩子应该取什么姓呢？思思摸着隆起的肚子问。要不然从爸爸妈妈的姓各取一个字组成新姓。阿哲提议，这样孩子就能同时继承两边的血脉。这主意太妙了吧！思思拍手叫好，我们的孩子就像是海峡两岸的小使者，连名字都这么有意义。孩子出生那天，台北和广州同时下起了小雨。思思躺在病床上，看着阿哲小心翼翼地抱着他们的女儿，心里满是幸福。她好小一只，阿哲惊叹道，眼睛里闪烁着泪光。思思笑着说，但她会长大，会知道她的爸爸妈妈有多爱对方，也会知道她的存在是两个不同世界的奇迹。阿哲亲吻女儿的额头，然后是思思的唇，谢谢你，思思。谢谢你当初愿意偷渡到我的生命里，偷渡。思思扑哧一笑，现在是光明正大的团聚好吗？窗外的雨停了，阳光透过窗户洒进病房。思思看着阿哲和女儿的剪影被阳光镀上了一层金边，突然明白了什么叫做岁月静好。5年后，思思和阿哲的生活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思思创办了一家专门为两岸青年提供交流机会的文化公司，而阿哲则成功开发了一款金融数据分析软件，获得了相当大的成功。思思姐，你当初是怎么想到做跨海文化交流的？在一次采访中，记者好奇地问道。因为爱情啊，思思自信地回答，我和我丈夫的故事告诉我，两岸青年需要更多了解彼此的机会，打破偏见，发现真实。思思的母亲现在住在台北，和他们一家人生活在一起。老人家虽然行动不便，但精神矍铄，每天负责照顾外孙女放学回家。外婆，今天老师教我们画海峡两岸的地图，
小女孩放学回来兴奋地说：“是吗？画得怎么样啊？”外婆慈爱地问。“我把台湾和大陆之间的海峡画得特别窄。”小女孩骄傲地展示她的作品，因为爸爸说爱可以让海峡变得很窄很窄。听到这句话，思思和阿哲相视一笑，眼中满是感动。宝贝说得对。思思抱起女儿，爱可以让海峡变得很窄很窄。当晚，思思站在阳台上看星星，阿哲从背后抱住她，在想什么？他问：“在想我们的故事。”思思靠在他胸前：“你还记得我们第一次见面是在哪里吗？”“当然记得，便利商店，你帮我捡了掉在地上的零钱。”阿哲笑着说：“当时我就觉得你肯定是我的贵人，贵人。”思思笑道：“我还以为你会说我是你的缘分呢。”“缘分只是相遇，而你不只是我的缘分，更是改变我一生的人。”阿哲认真地说。思思转身面对他：“谢谢你当初等我。那些被迫分离的日子，你可以找更简单的幸福，却选择了和我一起面对所有困难。因为我知道，这世上最难得的不是一帆风顺的爱情，而是一起经历风雨后依然相爱的两个人。”阿哲捧起他的脸：“思思，我们的爱情或许不够轰轰烈烈，但胜在真实。”“是啊。”思思笑着流下眼泪。“我们的爱情偷渡过海峡，穿越过偏见，跨越过文化差异，最终在平凡的日子里生根发芽，这就是最了不起的奇迹。”